浣花溪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，都不允許他這個惹是生非的人來這兒洗絲。花郎君，眾所周知，蜀錦染絲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過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樣毀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爺。如果再允許他在這兒洗絲，國舅爺就會認為我們是一起的，保不齊哪天就來找我們的麻煩。敢問，誰能頂得住國舅爺的怒火啊？這浣花溪數百年來都是各家共用，他不姓花。哎，我没說他姓花，我是為了大家的營生，我們花家甘願做這個惡人。陳大郎，你幹什麼呀？他家的絲我買了，我換我自己的絲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也買一点。哎，剩下来都歸我了。我站住，站住！你们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？我都說了，不許季家人在這兒洗絲，就是不許洗絲。你們要是敢幫的，你們都給我滾蛋！踹死你！好了。不让你们洗絲，定是花想荣自作主張。花掌柜若是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攔着你们的。他想孤立的只有我。哎呀，乌龜炖王八都憋着一肚子壞水呢。那女的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她就是想借着這個事兒壓我們的價格。她要不壓的話，我陳豆給你倒着寫。三郎，去火的，吃點吧。我不吃。哎，大郎，你那盒子裡都是藥啊？对啊。你們別看我長得壯實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實我從小身體就不好。我阿娘說了，藥一定要常備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這瓶是舒心活血的，這一瓶是護肝養胃的，這一瓶是安神養胎的。養胎啊？哎，你阿娘對你要求好高哦。不是，藥不分男女，都是有用的。你們都吃點。我要養胎的爪子。三郎吃點藥吧。哎呀，我吃什麼吃啊？我想吃他的腦殼，我想啃他一個金光燦爛，啃他一個四腳朝天，啃他一個七葷八素。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是我連累了大家。哎呀，你這說的又是什麼話呀？那每一次都是你拖着花想榮，咱也不是沒有良心的人啊。哦，便是再有一次，咱也不能看着你們受欺負。就是。各位兒郎如此有血性，可敢一搏？怎麼搏？你們知道花家為什麼敢這麼欺負我們嗎？哎，因為我們是小染坊噻，勢單力薄。花家又是城裡邊最大的染戶，他吃肉我們就只能跟他喝點湯。你說我們哪一個不需要靠花家牙縫裡露出了一丁點訂單過活哎？那花家為什麼又要將訂單分於我們呢？因為我們的工價便宜啊。比他自己在招工擴大染坊那要划算多了，而且他已經習慣壓我們的價了。不僅如此，你們看啊，花家的靛青絲多半是朱小娘家染的，她在我家常訂的是各種綠絲和藍絲，而分於你陳家的訂單多是石樣錦和凝葉紫，你家是紅蜘蛛，你家是松花與蒼浪。我們各家染坊雖小，但是各有特色，許多顏色比花家染坊染的都好，只是我們的絲都是經花家出手，外面的人只知道花家染坊，不知道我們這些小染戶罷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如果我們各家聯合在一起，那就等於是一個大染坊呀。那我們就可以有接大訂單的資金和人手。日後我們再把名聲打出去，那我們就不愁接不着訂單了。有了訂單，我們就有了底氣；有了底气，我們還怕沒地方洗絲嗎？不是你這話說的容易啊，打出名氣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啊。就是，那些大染戶哪家背後沒有人呢？就是，你就說咱們無權無勢，怎麼跟人家鬥？就是，而且我們站起來了也會被打趴下的。就是啊。哎呀，事在人為嘛，你不試一試怎麼知道不成啊？哎，
風筝？哪个傻子现在还有心情放风筝啊？各位，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先想一想，想通了我们再从长计议。陈三哥，我的四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去看看哪个傻子在放风筝。哎，傻子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他怎么就爱跟傻子玩哦？就是，你才傻子呢！张二哥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啊？你的景治的如何了？别以为给我点甜的便能护你。你跟14郎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拿了药。这么看下来，你也没受伤啊。我就说嘛，那你跟别人冲突，一般受伤的都是別人才对。誰說我沒受傷？傷在裡頭，你得湊近了瞧瞧。哪裡啊？我就知道你骗我，那染料的味道我都聞見了。不是說怕紅色嗎？怎麼還往臉上抹呀？我只是怕流動的紅，像血水一樣湧動的紅，不是什麼紅都怕的。好了，說正事兒吧。我呀，打聽了一下桑14郎，他的姐姐是宮中正得寵的妃子，他的阿耶暫代警官一職，其他兒女都事業有成，唯有他不學無術，游手好閒。那他平日裡都好做些什麼？他幹什麼都學藝不精，但我有一樣，很是強項。什麼？葉子牌。葉子牌？這生的都給人往上端吶！掌櫃的，你要是再不出來的話，老子非得……怎樣？老闆娘是吧？玉玲瓏。哎，你幹什麼呀？給你換盤熟的。今天必須得給我個說法，至少得賠錢吧？嘿嘿，對，不賠錢也行，至少你得陪我喝一杯吧？啊，可以。你敢去我這兒，為何將岳不還？酒色別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還，概不賒賬，當月不還，家老還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滾。你們這是黑店，你給我們吃這些臭魚爛蝦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嗎？我到衙門告你去吧！昔日王相出任西川節度使時，曾於酒館用飯，親口大讚着愉快。花落金縷明玉鏡，不遜風月過江南。王相大家稱讚的，客官卻不屑一顧，說這不是人吃的東西。如此詆毀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門，那板子會先打誰。我為什麼要聽你的？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錢付了，趕緊跑回家躲起來，等這事兒大家都忘了再說。我再也不來了！我再也不來了！打擾各位雅興，今日一應酒品，通通9折。謝於掌櫃，謝於掌櫃。小二，來，給我們來壺酒。來了。這王相什麼時候誇過我這兒的愉快啊？我瞎說的，反正他們平日裡也見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見到了，他們也只會問功名。
誰會問這種小事？找我有事兒？你聽說我跟桑十四郎的事兒了嗎？英明遠播，紀曉娘子不畏強權，勇斗惡霸国舅爺。想不想一起英明遠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點錢唄。借錢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钱借你？你就先借我，我保你接下来店裡坐滿客人，日進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對付花家，還是對付桑十四郎？借力打力，誰還不會？哎呀，承让啊！楚王高祭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爺，花家怕被牽連，不讓我去溪邊洗絲。我們家染房都快揭不開鍋了，我只能靠此賺錢養家。這爺哪知道？算了，爺這脾氣發了也就算了，這沒想到他們花家借着爺的名氣為難你。哎呀，回頭再說，咱先賭一把。不賭。你。行，你跟爺賭一把，無論輸贏，爺都告訴花家不跟你辦見識了。當真？爺說話算數。來，賭大小，不限輪次，每局20文，直到把對方桌上的錢贏光為止。依你。7萬貫，8萬。哎呦！季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贏8次，的確了得啊！想贏便贏，想輸便輸。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吃點東西再喝，免得傷身。看你這衣裳，不靠楊家，也沒挨餓。多年未歸。沒想到第一個認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3餐，一日千里，走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來，阿姐，有勞阿姐掛念。阿姐的酒還是這麼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顯老。行。晦氣，歇會兒。國舅爺，我都認輸了，你就讓我回家吧。那不行，爺還沒玩夠呢，來，再戰300回合。兔崽子！你個兔崽子！老子讓你回來！你跟我
惹事？你还吵，你还抢夺民女，趁日走钱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给我下来！我不下，我下去你肯定打我。哎！站住！桑长史，您误会了，我与国舅爷在这儿不是为了赌博，是为了吸引人潮，好做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啊？什么生意？快给我阿爷说说什么生意？本来也没想现在拿出来的，既然您问了，蒋六郎君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染丝会做的叶子牌荷包。叶子牌做荷包，闻所未闻。这可是在雷祖娘娘面前祈福过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您看，万贯，它指的是家财万贯，恭贺商户日进斗金的。这个是锁子，说的是上下求索，寓意读书人早日登科。您看这个文钱是文思极勇，前途无量的意思啊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10万。这可是14郎点名了要先送给您的，送给我？啊，是阿爷，阿爷，这是送您的，我给您带上。好，这10万便是万时，谐音万无一失，是祝您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，是14郎的一片孝心。这小玩意儿瞧着不错呀。小娘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卖呀？若是大家喜欢，我们染丝会那就尽快的把它做出来，好吗？程三郎君、蒋六郎君、盛大郎君。对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染丝会。哎呦，您出门这几日，国舅爷体恤我们西边人家疾苦，团结我们成立了染丝会。这叶子牌荷包就是我们的第一筆生意。國舅爺是我們的名譽會長，我們在這兒玩葉子牌，也真的不是為了賭博，就是為了想要把這個名聲打出去。你當真是在幹正事兒？是啊，阿爺，這回您真誤會我了。桑長史，您真誤會我們會長了。啊，會長為了我們殚精竭慮哦。誤會了。有點意思。別欺負人，也別讓人給欺負了。阿爺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諸位客官，若是喜歡我們染絲會做的這個葉子牌荷包，現在便可以下訂單，前50人半價。桑長史身上那款工藝複雜，可能現在沒有這麼多，只有30隻，先到先得。我來。我跟你說，想要的話，到我這兒來簽單啊！啊？你是不是在利我爺呀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們本來就在這兒賣荷包的，誰知道你會來，更沒料到你阿爺會來呀。那你過幾日你可以跟你阿爺說，你不想做這個名譽會長了，那就和我們沒有關係了。那不行，這官兒爺當上了，還能還給你怎樣？可是做我們的名譽會長是要幫我們做事的。爺不能做事嗎？那試試吧。作為名譽會長，可有我的好處啊？哎呀，楊老三，當然有，來，我給你找。來。我想與季娘子賭上一場，誰若輸了，便應對方一個條件。好啊。哎，十四，你是什麼會長來着？名譽會長。難怪沒人聽你的，徒有其名，沒有實權。該不會他從一開始就是在誆你吧？你看啊，你阿爺為何來得這麼巧？這麼巧，他們就是今日賭。我與你賭。季娘子，不如我們換一種玩法，一人3張，一起賭，這樣快些。行，
这么多吗？说不定啊。金良子，请吧。哇！哇！哟，这不小了。输定了，杨老三这一锁的，怎么比得过人2个万贯？行啊！这不得了呀！是啊！哇！金良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这件事情能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你们。我们？听说没有？不对呀，益州得6只。来了个新的叶子牌主王，百战百胜，从来没有败过，打遍益州无敌手的国舅爷。我看跟他一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当肯定的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到去见他。桑长史，国舅爷非逼着人跟他赌钱，不尽兴就不能离席，您可得主持公道呀。我去看看。做叶子牌荷包啊！我婉婉还有好几个人，我们熬了好几天才赶出来的。哦，用桑十四最喜欢的叶子牌，把他骗过来与你赌钱，再把桑长史引过来棍棒教子，让桑十四不得不被咱们按到头当了那个会长，环环相扣啊！厉害啊，高明。只有一点不明白，你真的是赌神吗？扒锁子。嚯，嘿，5万贯，7文钱。哇！其实他们每张牌经过手汗、酒气、茶渍的磨损，在颜色上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。我就是靠变色记住牌的。行吧。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呀？那自然是有仇報仇，有怨報怨嘍。这个月只是灯油钱就这么多啊，这可不行。省着点用，早点把钱还上，这样英英也不那么累。咻！吓死我了！又想偷溜出去？你真要见那上回？阿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。这次桑十四的事是我闯祸在先，但是是危机也是机会啊。我如何不晓得这次得罪了花掌柜，日后他必會報復？但即便我們不惹他，他就不算計我們了嗎？都說花家背後的勢力深不可測，我不曉得他們背後的人是誰，我也不曉得他們有何圖謀。但是做生意就像賭葉子牌，你若猜不到對方的底牌是什麼，那只能讓自己的底牌變得更強。所以，阿兄，求求。謝謝阿兄。這幾日你多囤一些染料和絲線，除了花家以外的訂單，哪怕賺得少一些，量少一些，也盡量接下來。又要幹什麼呀？
以防万一而已。我跟陈三郎他们已经说了，但是平儿家里最近怕是不愿意让我跟他来往，劳烦阿兄跑一趟。屯长料到无妨，可华掌柜霸占着浣花溪，本就无处染丝。阿兄，信我，很快咱们就有地方洗丝了。季莹莹，阿娘。就是竟敢抢占地盘，不让咱们染丝会洗丝。那是之前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我看他们谁敢。放心，只要有爷在，爷罩着你们，看哪个敢找就麻烦。自然自然。来了，金人他们过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都要在这儿洗丝。你这个吃软饭的老董赘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婆娘洗脚去啊！嘿，你们这帮死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！我阿爷说了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手，要学会以理服人。今天主打一个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等等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咱们从今儿个起是国舅爷罩着的，你动一下我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在西上，我是这个国舅爷就是个屁，还国舅爷，给我打！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咱还以理服人吗？打国舅爷！国舅爷，我这么长时间国舅爷。花小柔，你也有经验。就是他们在西边都要闹事儿，走路动手！你给人看看坏没坏？都出血了，都出血了！出血了！华小柔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给当朝国舅爷都打出血了，你好大胆子你！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要不然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。他不仅打你，他还骂你。你闭嘴！骂你了！你闭嘴！我想起来了，你骂我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哦，他还骂你是坨屎。你还骂我是个屎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闭嘴！阿爷，你给我闭嘴！不是他打出血了都。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啊？你跟我过来。是。您是知道的，只有在浣花溪洗出来的丝织成的蜀锦，才能色泽艳丽，历久弥新，才是真正的蜀锦。多年以来，各大染户强行占地，向来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如今西边的事儿被国舅爷挑了起来，这日后怕是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娘娘在宫中正蒙盛宠。那些嫉妒之人，若是在宫中找不着法子，定会从宫外下手。若圣上听闻娘娘的家人因为娘娘得宠而嚣张跋扈、寻衅滋事，那会如何看待娘娘？有心之人，不就在老夫面前吗？莺莺确有所图，但是正途。您可知是誰把国舅爷引到西邊縱馬的？
看来您是知道了。你有何不同？我能教14郎君改邪归正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就凭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来我季家如今是何光景，英英是何为人，长史上次一见之後，想必已經調查清楚了吧？哼哼，浣花溪辣娘子，本官就是看在你還有幾分擔當。說吧，你想怎樣？這事兒是因為在浣花溪搶地盤引起的，牽扯蜀錦便格外敏感。可若這浣花溪本就屬於大家，不允佔地，那14郎君只不過就是去溪邊玩，打了個架罷了。你是說，只求長史能立新規，道明浣花溪各家共用，不允佔地洗私。你覺得我立了，他們便會聽嗎？哪家在溪邊染絲佔地的大戶背後沒有人呢？您立了是您的態度，他們不聽是他們藐視律法。我立了，就代表你背後也有人了，他們至少可以不再敢趕你，對吧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讓季家重回當年榮耀。這是我自己繡的，送給你。怎麼，你不要？你嫌我繡的醜？我表現得這麼明顯嗎？趙修遠，給我。不給。我的意思是說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纏萬貫。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送你這個嗎？因為你不缺文錢，你本就文思泉湧，前途無量。你也不缺鎖子，不缺10萬，因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萬無一失。錢是沒有了，送你幅畫吧。畫中無朋，可雲層翻湧，分明讓人感受到鵬飛9天之姿。畫中女子獨立船頭，以窈窕中自成風流。誰說女子不能長風破浪，不能意氣風發？只是這個女子的背影怎麼這麼眼熟啊？扶搖直上9萬里，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嗎？原來趙二郎君也會說這些奉承話呀！我們將這畫織成錦吧。這雲、水、船，還有這女子，若是認真的話，不難織出，只是很難織出整幅畫的浩瀚之感。若是用5重梭呢，增加更多的混色，黑白絲搭配數目不同，便可交織出深淺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雲霞和水浪的陰影。陰影不錯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話，會顯得整幅畫死氣沉沉。用平穩和斜穩交替織，這樣才有可能織出大自然的流動之感。用主色數目增減來過渡色彩流動，用平斜斷為基礎，織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顯明暗變化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真的有可能織出整幅畫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現在就回去挑絲配色，我繡出來先試試。哎，你不是還有重要的事要做嗎？那件事現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說了，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來吧。
夫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丢了花家的脸。可我原本就想借那个顽固的手教训一下季家，可没想到最後被季茵茵得了便宜。過來。坐下。夫人，我知道这回我大意了，所以大家大输了。下回我一定给他们好看。我跟你說過多少回了，別自己動手。就你這身板，打得過就打，打不過就跑。輕點，夫人。夫人，別生氣了，我一定聽你的。一會兒去給我備車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夫人，是要去見主人嗎？現在還用不着主人自己出手。隨便弄出些動靜來，讓桑長史冷靜冷靜。看季娘子這臉色，是不歡迎楊某在此。不過可惜了，願賭服輸，你該不會要食言吧？自然不會。楊郎君。那邊請。借過。你跑哪兒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這邪路是不通正堂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規矩是越尊貴的客人越要在僻靜處招待。郭奎，你可不許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郭奎？果然，狗也怕惡人。英英，阿兄，這位是，在下楊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貴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阿兄，阿娘在家吗？我一直在屋內支緊，不怎麼去過家。不過按照往日而言，阿娘此刻應該出去才美。哦，太好了。阿兄，給這楊三郎君倒碗水吧，他就喜歡喝咱們家的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楊某此番前來，並非是要討水喝，而是為了拜訪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哪位故人？楊某記得季國父當年鬥錦奪魁，以一幅蜀紅錦博得滿場喝彩，我也被其風姿折服。數年過去，輾轉反側，仍是難以忘懷。可誰能想到呢？如今卻早已是物是人非。楊三郎君不只是為了來敘舊的吧？季兄跟着季國父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定是得了幾分真傳吧。不怕楊三郎君見笑，季某與冉絲一道，天分平平，不如我們家英英。家裡的絲大都是英英染。這染好的絲，就都晾在這兒了？還有一些晾在前院。阿兄，你還是去倒水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忙。楊某是頭一回到錦戶來拜訪，季娘子不妨帶我到處轉轉，也好好欣賞一番。我家世簡陋，沒有什麼可觀賞的。家世雖簡，但也別有一番趣味。
到手。夫人光临寒舍，实乃我季家的荣幸。小女和赵二郎君自幼相识，此事我们不是早就聊过了吗？只是我们赵家对儿郎实在是苛责了些，若不能做出些成绩，就不许婚配。为娘的，哪有不着急子女婚事的？我也是实在做不得赵家的主啊。是，我也能理解夫人的难处，所以还望夫人能在老太爷面前多给美言几句。其实这先成家后立业也不是不行。夫人以为我没说吗？可是老太爷他端起茶杯问我说：“這3錢1兩的茶裝在10兩1支的茶杯裡，你說他配嗎？”